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井谷武先生所著的《激发自身最佳表现、提升智慧的终极肌肉训练》这本书。请看看世界上的顶尖精英们，他们无一例外，无论男女，都在进行力量训练。本次我将要总结一本书，如何通过力量训练激发个人有史以来最卓越的表现，并提升智慧。这本书的作者井谷武先生，不仅是一名私人教练，还担任京都大学柔道部的特别技术指导员，同时也是多位世界顶尖运动员的专属教练。听到这些头衔，您可能会以为作者从小就是一个运动神经发达的全能选手，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小时候体弱多病，身材消瘦，一直是个身体虚弱的孩子。为了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强，他13岁时开始接触柔道和力量训练。从那时起，他通过训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体质和人生。井谷先生认为，力量训练不仅仅是运动员专属的活动，也不仅是为了塑造健美的体型。实际上，许多世界精英之所以将力量训练融入日常生活，是因为它能够提升健康管理的信心，增强在关键时刻的应变能力。更重要的是，力量训练还能锻炼头脑，提升智慧，并赋予人们积极向前的人生力量。为何力量训练如此重要？人类之所以能够行动，靠的是肌肉的作用。站立、行走、呼吸、说话，这些与生命直接相关的身体活动，全部依赖肌肉的运作。如果没有肌肉，我们连呼吸和行走都做不到。肌肉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运动，它还扮演着人体热源的角色，我们能够维持体温，正是因为肌肉能够产生热量。事实上，人体60%的热量是由肌肉产生的。此外，科学还发现，肌肉能分泌出多达100种有益健康的激素。近年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力量训练的诸多好处被逐一揭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力量训练已成为精英人士的必备武器。同时，在人生100年时代，力量训练更是不可或缺。无论是想在事业上取得突破，还是改善健康状态，甚至是改变虚弱的体质，力量训练都是一条必经之路。关于减肥与年龄的误解，美国作为减肥领域的先锋国家，减肥常识正在发生改变。新的共识是，如果想减肥，就必须进行力量训练。肌肉可以燃烧脂肪和糖分，肌肉量越多，基础代谢率就越高，身体也就越不容易发胖。也许您会想，我已经上了年纪，可能不适合力量训练了吧？但事实上，肌肉的增长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无论是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只要开始力量训练，就能够增加肌肉。因此，从今天开始改变观念，踏踏实实的坚持训练，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更强壮的身体。肌肉是不会辜负您的努力的。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科学证明的力量训练效果；第二，增强力量训练效果的饮食方法；第三，提升智慧的终极力量训练。首先是第一部分，科学证明的力量训练效果。让我们为了提高健身动力，列举一些科学验证的力量训练的好处。第一项好处，保持到生命终点都能自己行走。大家都希望能到生命终点都靠自己的双脚行走，对吧？谁都不想依赖他人的照护。无论有多少钱或地位多高，一旦需要他人照护，生活质量都会大大降低。如果您希望保持独立，不成为需要照护的身体状态，那么请从现在开始进行力量训练。有句俗话说，衰老从腿开始，这话不无道理。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坚持范围内的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即使遭遇疾病或受伤，拥有足够的肌肉存款，也能避免长期卧床，减少需要照护的风险。真实故事，作者在20岁时因柔道比赛中右膝严重受伤，住院3个月，卧床不起。当石膏拆除后，他发现腿部肌肉萎缩得很严重，
身体虚弱到起床时头晕目眩，甚至无法正常行走，简单的如厕动作都困难重重，让他深感恐惧。这次经历让作者意识到，失去健康就失去了一切。仅仅3个月的卧床生活，就导致肌肉和体力大幅下降，连基本的日常动作都变得困难重重。幸运的是，大部分人不会像作者那样经历严重受伤，但要知道，等到生病或身体不能行动时，再想弥补就为时已晚。为了避免这种最坏情况，我们就像存钱一样，需要平时存肌肉，增加肌肉存款。大家都知道存钱重要，但为什么不存肌肉呢？肌肉比金钱更重要啊！就像为养老存钱一样，我们也应该从现在开始，为支撑健康和身体的肌肉投资。第2项好处，最新最强的减肥方法。大家知道吗？肌肉会消耗脂肪和糖分，肌肉以这些为能源来产生热量，并在维持生命的基础代谢中占到30%至40%的消耗比例。因此，肌肉是身体内最大的能量消耗器官。如果肌肉量减少，脂肪和糖分的代谢也会降低，进而在体内积累，导致肥胖。反之，肌肉量增加后，基础代谢率也会提升。比如，每增加1公斤肌肉，基础代谢每天会增加约50千卡。1年下来，肌肉量的变化将显著影响身体的代谢水平。此外，力量训练还能促进分泌有助于脂肪燃烧和糖分消耗的激素，如肌肉分泌素和白细胞介素6，帮助打造不易发胖的健康体质。趋势的转变，在美国，以前流行通过慢跑或有氧运动来燃烧脂肪，但如今的主流观点认为，通过增加肌肉来代谢脂肪和糖分才是更科学的方式。强化肌肉后，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消耗更多的能量，从而减少肥胖和疾病的风险。接下来第3个好处，大幅提升智力。通过力量训练等运动，可以促进一种名为伊利辛的荷尔蒙分泌。前面提到过，这种荷尔蒙能够作用于大脑中的海马体，使大脑变得更加活跃。当伊利辛进入大脑后，会增加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促进神经细胞的生成和保护，从而提升认知功能。因此，力量训练作为预防认知症的对策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实际上，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曾对麻醉后的老鼠进行实验，通过电刺激让其肌肉活动，结果发现这些老鼠的海马体中 BDNF 水平显著提高。此外，经常运动的人更容易改善情绪，还能提高集中力，激发干劲。运动还能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有助于记录新的信息。同时，它还能促进海马体干细胞生成新的神经元。虽然具体的生理机制尚在研究中，但多项研究已证实运动能够活化大脑，增强智慧。在过去，人们常说想要变聪明就去多学习，但如今，科学的结论是想要变聪明就去运动。运动对我们智力的巨大影响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因此，无论您是考生还是职场人士，如果想提升智力，就请开始运动吧。通过力量训练，借助荷尔蒙和 BDNF 的作用，让您的大脑更加敏锐。第4个好处，让动力达到巅峰。如果你有过力量训练的经验，那么您一定能够体会到，训练后您的动力和干劲会显著提升。这背后的原因是，力量训练能够刺激男性荷尔蒙睾酮的分泌。睾酮不仅能增强肌肉和骨骼，还能促进脂肪分解，调节自主神经系统。虽然女性体内的睾酮水平低于男性，但女性在力量训练后同样能分泌睾酮，因此力量训练对女性也非常有益。力量训练的另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睾酮在训练开始后仅需10分钟就会开始分泌，这实在太神奇了。相比之下，像慢跑这样的有氧运动，睾酮的分泌通常需要1小时左右才能开始。因此，那些全球范围内的商业精英们为何如此热衷力量训练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
仅需短短10分钟，您就能迅速获得动力。难怪力量训练会受到如此追捧。接下来是第2部分，增强力量训练效果的饮食方法。在了解了力量训练的好处之后，我们也需要掌握如何通过正确的饮食方法来最大化力量训练的效果。首先，让我列出几个关键点：力量训练饮食法的3大要点：1、避免空腹或过饱状态下进行力量训练；2、在训练前后20分钟内同时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3、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接下来，我们逐一解释这3点。1、避免空腹或过饱状态下进行力量训练，这一点非常重要，建议大家牢记，在空腹或过饱状态下进行力量训练都不可取。理想情况下，应在训练前1小时至1.5小时内完成一顿适量的餐食。如果在训练前感到空腹，可以选择适量摄入一些食物，比如煮鸡蛋、香蕉或饭团。2、在训练前后20分钟内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想要促进肌肉增长，最好在力量训练前后20分钟内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组合。研究表明，蛋白质是肌肉的基本材料，而碳水化合物则为肌肉提供能量。简单易得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来源有哪些呢？碳水化合物饭团、香蕉，蛋白质煮鸡蛋等。这些食物不仅简单易得，而且便于摄入。重要的是，必须在训练前后20分钟内摄取这些营养物质。同时，在饮食上应避免2餐间隔过长。例如，健美运动员通常将1日3餐分为5到6餐，这样能够让肌肉的合成机制持续处于开启状态。因为每次进餐后，身体会启动蛋白质的合成过程，并在一段时间后切换到分解模式。如果2餐间隔过长，分解模式的持续时间会延长，不利于肌肉增长。因此，通过缩短2餐之间的时间间隔，并在每餐中同时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可以激活肌肉合成机制。3、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饮食建议标准，成人男性每天需摄入约60克蛋白质，而女性则需约50克。但是，对于希望增加肌肉的人来说，仅满足这一标准可能还不够，需要根据运动量适当增加蛋白质摄入。关于蛋白粉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会问：一定要喝蛋白粉吗？答案是不需要。作者本人并没有通过蛋白粉摄入蛋白质，却依然成功练出了健壮的肌肉。通过合理安排饮食，同样可以满足身体对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如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和必需氨基酸的需求，从而有效增加肌肉量。需要注意的是，蛋白粉虽然方便，但其过量摄入可能会对肠道和肝脏造成负担。医学研究表明，一些长期大量饮用蛋白粉的健美选手会出现肠胃和肝脏不适的情况。如果您的内脏功能较弱，建议减少蛋白粉的使用，通过日常饮食获取所需营养。接下来是第3部分，提升智慧的终极力量训练。究竟应该做哪些训练？哪种训练性价比最高？作者主张，仅通过以下2种训练，就能提升姿态，激发自身的最佳表现。这些训练既简单有效，又适合所有人。1、深蹲锻炼腿部肌肉；2、俯卧撑锻炼胸部肌肉。接下来，我们逐一简单介绍这2种训练的要点和方法。1、深蹲腿部训练。深蹲被称为训练之王，是一种主要锻炼下半身的经典动作，目标肌群大腿肌肉，能高效提升整体肌肉量，附加效果激活动力激素，帮助增强意志力，对心理健康也有积极作用。动作要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确保小腿与背部保持平行，背部保持直立，注意不要弓背。练习时尽量将腰部压低，以达到最佳效果。推荐练习量：每组20次，共3组。如果感到困难，可以从每组10次开始，组间休息1分钟即可。2、俯卧撑胸部训练。
俯卧撑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胸肌训练方法，目标肌群大胸肌。好处：结实的胸肌不仅让人一眼看出你有锻炼基础，还会增强体型的协调性。动作要点：眼睛直视距离约2米处的地面，保持肘关节正好位于手腕上方，确保动作稳定。推荐练习量：每组20次，共3组。同样，如果难以完成，可以从每组10次开始，组间休息时间为1分钟。通过简单的训练，就能有效强化全身肌群，同时提升身体的协调性与耐力。坚持这些训练，便可迈向更强健、更充满活力的自己。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